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4年12月31号星期二。今天想要来分享我制作的这一台，它是电池功率检测仪。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台。制作这一台所需要的材料有一个 100A 的分流器，一个电压功率表，额外供电的电池盒，测试用的电池盒。那这一组是备用的。功率比较小的可以参考这一张接线图，这一张是直接供电的，这一张是独立供电的。通常我都建议直接用独立供电的接线图。大功率的就要加装分流器，分流器与电压表的 AC 线是有顺序的，不可以接反。大电流的测试，请直接用独立供电的接线图，特别注意一定要先接上分流器以后才可以上电，否则会造成损坏。要有一个负载。那因为我测试的电池大部分都是动力电池，那因为动力电池现在的功率太大了，像 VTC4 的一颗电池它能发挥 30A 的功率，所以我们接线的部分我是用 5.5 的铜线，然后连接到负载，负极的部分再经过分流器进行供电。因为瞬间的功率太大了，所以分流器是一定要装的，要不然你的电压表就会烧掉。而且我们的电压表一定要额外的供电，要不然它无法显示。接下来我们先简单测试一下给各位观赏。我们先把电压表打开，那我们先找一颗比较常用的电池，那我这边是 VTC4 的，它最大的功率是 30A， 那我们先把它接上去。那因为容量的问题会影响测试的结果，所以我个人建议至少要1000毫安时以上。那我们插上去以后，目前是 4.18 伏，连接负载正极这边我做了一个开关。接下来我测试给各位看，请各位仔细看一下电压表，因为它的瞬间功率太大了，所以开启开关可能只能测试个5到10秒左右，要不然电池会发烫的很严重。那我先测试给各位看，接下来我们请看电压表。那打开以后，它瞬间的功率是到60安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等它好。OK， 那这一颗电池还不错，它目前有 30A 的功率，那就证明这一颗电池是正常的。电压从 4.18 伏瞬间就降到 3.8 了，所以它瞬间的放电能力太强了。那我们有热像仪，我们测试一下电池的温度。我们可以看一下电池的温度，电池的温度来到73度了。经过测试，我们的电池的温度大概不到10秒的时间就可以升到70度左右，所以测试上对电池的伤害是蛮大的。也就是说，一些大功率的机器在使用电池的话，一定要安装保护板，预防它过流、过温。那目前测试起来，这一颗电池是正常的，它现在已经恢复到4伏左右的电压。那这一颗我们就可以接着充电继续使用。那我们之前有拆过几颗牧田款的电池组，18伏特的电池的型号是 CQTH 的。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电池的功率大概是多少。这一颗有 4.18 伏，那我们一样测试一下。这一颗瞬间也可以到60几安培。那我们等它下降。这一颗的容量大概有1200毫安。它整个温度都上来了。OK， 跳掉了。电池已经没有电压了，虽然它瞬间提供的功率可以到50几安培，但是它电池已经损坏了，剩下 0.27 伏了。那我们看一下温度，这一颗温度已经到100多度了，这个温度在测试上实在是太恐怖了。那没意外的话，这一颗应该报废了。所以我认为这种电池比较不适合放在需要长时间释放大功率的机器上。接下来我们测试其他的厂牌，这一颗只有240毫安时，这一颗就不用测了，因为测了它马上就坏掉了。这一颗是 LG 的，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LG 的，它一样有 4.16 伏，那我们测试一下50级，那我们等它下降。那 LG 的这一颗稳定的安培数大概是22安左右，那这一颗还可以。那这一颗应该算是比较普通的电池，我们一样测试一下。
这一颗大概只有9安培啊，它还在下降，8安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种一般的电池，它大概就是8安培的功率。这一颗是 Summer Power， 不晓得它是哪一家的，没关系，我们直接测试。一样，它有 4.8 伏，它有28安培的功率。OK， 这种电池一样不行啊，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差的话，它瞬间的输出功率太大，它就会导致电池故障。这一种电池我们就不可以用在比较需要大功率的工具上，所以我后来都只用 VTC4 的，它的功率比较稳定。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边有找到一颗三星的电池，它的容量有1000多，那我们测试一下，电压只有 4.1， 那我们测试一下。还不错，它瞬间功率有60几 A， 那稳定的功率大概是30 A 左右。那为了避免电池又坏掉，我们赶快断电。就是测试到它一个稳定的功率以后，我们就可以停止了。接下来看一下，那这一颗三洋的我们再测试一下，它的容量有1600左右，电压是 4.13， 测试一下。那这一颗电池应该也报废了，它的整个输出功率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没有用了啦。这一颗它这边直接有写 8.14 瓦时，它的容量是1300左右。那我们一样测试一下。没有，不行，这个功率下降的太快了。这种没有厂牌的可以稍微测试一下。这个也是，这个也没有用了。这样一系列测试下来，像一些比较大品牌的，像 Sony 的、LG 的、三星的这些厂牌的电池，我个人认为，如果要使用二手电池组一个电池包的话，我就要挑选这一种测试过，我个人认为它的功率比较稳定的，电压比较稳定的下去做组装。这样子对我们的机器才有一定的效能。那我做的这一台功率的检测仪，基本上只是做一个功率上的参考，因为现在外面卖的功率测试的仪器，基本上它比较大台，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也是大概想了一下怎么做，然后尝试看看，没想到做一次就成功了，所以分享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负载的部分，可能很多人会想说，要用什么去做负载？因为你要瞬间能够承受这么大功率的负载，我目前是还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替代。那我之前是用这种电烙铁的电热丝，这种电热丝它顶多只能承受大概10A 的功率，还有封口机的那一种电热丝也是可以的，但是它们的负载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强，大概都只有10安培左右。后来我在回收厂找到这一种材质，它不是铁丝。一般来讲，我们的铁丝的话是可以很容易塑形的，像这一种铁丝它比较不容易塑形。那我也不晓得这一种是什么材质，也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电热丝。如果知道的人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我后来是有剪了一小段下去做测试，大概30公分长左右，结果测试不到2秒钟它就烧断了，所以我后来我就把它剪了大概30条左右，然后把它做一个捆绑接上去就成功了。如果你知道什么材料可以承受大负载的，也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我再来做一个改进，看它整体的功率输出会不会比较稳定一点。那我也有想过电池这边要加装一个保护板，但是目前我上网查，单颗电池的最大好像只有30A， 它瞬间的功率可以到70的话，那你装上保护板应该也是不能够使用，所以目前只能用比较破坏电池的方式下去做测试。我们只要将同一个厂牌拿一颗电池来做测试，牺牲一颗，那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知道说这个厂牌的电池它可以支持的功率大概是多少。那我这一篇简易型的电池功率检测仪制作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